你除了每个月给我200万零花钱，还能给我什么？我想要的爱情，你根本给不了。2个亿的婚内财产，我1分都不要，我只求你放我走。既然你死活不肯成全我，那我只能继承你几个亿的资产来成全我自己。就是那天他跟我提离婚的那天，重活一世，谁还稀罕当什么深情舔狗？我同意了。什么？你同意？你要净身出户，那财产我得给你算清楚。我们名下共同有3套价值5000万的别墅，家里2000万存款，还有2辆200万的车，大概2个多亿的婚内财产。你的所有奢侈品包、衣服以及首饰，这些离婚你都没权拿走。签字吧，只要你签字，我立刻签字。想用这种方法让我退缩，门都没有。你放心，你的那些臭钱我1分都不会要，我只想去追求我的真爱。你知道吗？虽然和你结婚，我得到了无数的金钱，还有奢华的生活，可我无时无刻不想离开你。跟你待在一起的每1分钟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你用金钱困住我的这5年，让我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。如今，我终于可以和我真正爱的人在一起了。我资助的那个南大贫困生，家里1个月只有200块的收入。我还真想看看，等我停掉资助之后，你们2人之间的爱情还能维续多久？叶哥，虽然你资助了我10年，每个月给我1万块，让我能上大学，我很感激你。可爱情不讲究先来后到，如今你和苏婉已经离婚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用你那几个臭钱来威胁苏婉。对了，叶晨，既然我们已经离婚，那我们以后就没有任何关系。希望你不要再来纠缠我，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的脸，因为一看到你的脸，我就想起你用臭钱威胁我的日子，我觉得恶心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花了你的钱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不会和你有任何联系。好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林天，我们走。等等，叶晨，这才1分钟不到，你就忘了刚刚说的话了吗？你说了不会纠缠我。你把车钥匙留下，你净身出户，这辆车如今已和你毫无关系。什么？叶晨，你什么意思？甚至你这一身30万限量款 LV 套装都要还给我。不过夫妻一场，这套衣服就留给你，车留下。这辆车现在归我，我已经不适应打车的生活，而且林天也不适应。你适不适应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怕不是忘了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。而且你净身出户，我们的离婚协议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带不走任何我的财产。立刻把车钥匙给我，否则我不介意报警。不就一辆破法拉利而已，你真当我买不起吗？下午我就立刻提1辆，1人1辆，你休想用一辆破车让我回到你身边。叶晨，你怕不是穷疯了吧？哼，不过就是一辆1000万的破法拉利而已，你竟然还有脸跟姐姐要？你还是不是男人？你这丑恶的嘴脸真让人恶心，臭穷鬼！行啊，你不是穷鬼，现在就给我转1000万，立刻可以把车开走。这一刻，我对你的最后一丝感情消失殆尽。我和苏婉已经离婚，对外公布，并且撤掉他所有的资源，并告诉那些合作商是他婚内出轨，并且立刻停掉给他家人的所有资金，以及他父亲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院费用。叶总，撤掉所有资源，停掉费用，这些都很好办，但是真的要跟那些合作商说你们离婚的原因吗？您当众被戴绿帽，是不是有些影响形象？没有一位男人希望自己被戴绿帽的事满城皆知。叶总，还请你三思。影响什么形象？他一个背叛婚姻的人不怕影响形象，我一个受害者倒是影响形象了。就按我说的办，我倒要看看，我这么说，日后还有谁用他的设计。好的，叶总。对了，待会儿把有关苏婉的所有东西全部卖掉，包括他开的车以及那3套别墅，全部处理。我需要大量现金。叶总，您的那3套别墅如今已经挂牌，意向者还挺多。这3套别墅如今正值升值期，一共能卖大概9000万。还有苏婉之前开的那些豪车、奢侈品包、衣服以及首饰，这些七七八八加起来可以有7000万。不过叶总，这3套别墅真的要急于出手吗？就算苏婉住过，你也不必要跟房子过不去。
这房子日后还会升值，我可以找人重新装修，保证一点痕迹都看不到。全部卖掉。这3套房子的区域升值太慢，哪有炒股暴涨的速度快？一杯1000元的咖啡，果然味道醇厚。从前这样的金贵咖啡，我都第一时间捧给苏婉，自己连碰都不舍得碰一下。如今自己喝，心情大好，满嘴金钱的味道，让人沉醉。现在公司能有多少流动资金？1个亿。叶氏集团和京圈的顶级豪门比，还是差了一大层。如今重活一世，我一定要带着叶氏进入顶尖豪门圈。把所有的现金调动出来，我有急用。叶总，这1个亿，可是我们公司所有的调动资金，如果有变故，公司会面临破产。你就调动吧，放心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。今年正是股市最牛市的时候，不过我手上的本金还是有些少，如果我再借一点就更好了。想起那个人，我再次心头一热。这一世，我这爽文男主就是要娶她，才不枉费我重活一世。我已经和苏婉离婚了，你不必再搭理她了。好的好的，叶总，我明白了。小王，我是业内最顶尖的平面设计师，设计费用自然要最高。这次我心情好，勉强可以给你做设计，但同样你需要把我的设计费一次性打给我3000万，少1分钱我都不会同意。给你2分钟考虑时间。保安，立刻把这个疯子给我请出去！小王，你哪来的底气把我请出去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心叶氏撤掉你的投资，直接让你破产！竟然敢赶我走！信不信我出了这个门，立刻有其他公司求着跟我合作？你再来求我，我可不会答应！叶总，苏婉来电话。不是说要和我断绝关系吗？怎么还有脸拿着我的名号在外面作威作福？叶晨，立刻打电话让那个60岁的小王给我道歉！凭什么？就凭他敢打我的脸，他竟然敢不同意给我3000万的设计。2分钟以后，我就要看到小王的道歉。如果我没看到，我将把你拉黑。你是忘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拿离婚证那天，你跟我说我们2个以后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为什么要替你出头？我被王总欺负，你就一点不心痛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无情？这又是你逼我低头的另一个招数，你就不怕彻底失去我吗？到时候就算你以命相抵，追起火葬场，我也不会看你一眼。你我如今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再说一遍，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。顾总，我透露你个消息，跟你借3个亿，你能借给我吗？你过来我办公室，我们详谈。好，我过来。我和顾清寒算是大学同学，大1那年，他意外落水，我救了他，他给了我9000万，报答我的救命之恩。来了，请坐，上杯咖啡。这杯咖啡是我上次在拍卖会看到的巴拿马翡翠咖啡，一杯就要上万元，果然有点难喝。顾总，我给你带来的消息绝对让你觉得值得借我3个亿。我给你5个亿，不过你要保证你的消息如同你所说这样，如果消息不保真，顾氏集团日后不会跟叶氏再有任何合作。这女人还真是冷酷无情呀，不过我就喜欢她的辣。没问题，顾总，现在能动用的所有资金是多少？60个亿。顾总，将这60个亿全部投入我选的股票，3个月后这60个亿翻10倍。5个亿我已经让秘书打入你的账户。叶晨，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这一世我一定要身价1000亿。我身价1000亿，一个苏婉算个屁，只取身价1000亿的太子妃。8块钱。如今落魄到只能坐8块钱的拼车，还得凑合吃这种街边吃食，实在掉身份，真是委屈我了。这辈子从没踏进过这种廉价小面馆。借过借过。真是晦气，这身衣服都被这油污弄脏了，好想回到别墅里好好洗个澡，然后吃家里厨师从欧洲空运过来的5000块牛排。可是那些别墅早就被叶晨卖掉了。姐姐，叶晨居然把我的资助给停了，这个月我1万块钱的生活费还没到，你待会儿立刻打给我。还有我妈我弟说盖房子需要钱，要10万，
而且明天我过生日要请同学吃饭，怎么样也要订一个20万块钱的包厢吧？你先给我打50万吧。50万而已，对于我来说，不过就是一个包的事儿。不过我现在卡里只有10万，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我之前的工资这1个月都花的差不多了。姐姐，你卡里没钱，不行用你之前的卡吧？用了叶晨的卡，不就是在向他低头吗？他就是想用这种方法逼我回到他身边。你舍得吗？让我过那种凄惨的人生？我知道他想逼迫你回到他身边，不过我也不能在同学面前没有面子呀。你放心，就算你用了他的卡，只要你不回头，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的。好，我用他的黑卡，就当给他面子了。放心，这张卡随便刷，等到刷完了，叶晨会跪着再给我递卡的。我就知道，姐对我最好了。姐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拿错卡了？这张你再试试呢？还是不行，姐姐。好你个叶晨，竟然停了我的卡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喂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叶晨把我的养老院给停了，还把我的医疗费给停了，我现在被医院赶出来了。我去了你们的3套别墅，想要找叶晨，全都被他卖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到底怎么惹叶晨了？你个500万彩礼等着给呢，还有老子的负债。叶晨竟敢这么伤我，这一次就算他以死相逼，追妻火葬场50年，我也不会原谅他。顾清寒果然靠着我让他买的股票，资产翻了10倍。同样的，我的资产也翻了10倍。这些钱在我眼里远远不够，这些资产不过是我日后商业帝国的敲门砖而已。我拿着这些钱，立刻去买了早就看好的楼盘，剩下的钱投资了日后最火的短视频、最火的小说阅读软件，以及日后会爆火的项目。我将我知道日后可以赚钱的所有项目，全部投资了一遍。因此，我账户的余额每天除了炒股，还有这些投资项目的收益，余额稳定增长中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的资产在2年内就会达到1000亿，而我会带叶氏集团进入顶级豪门圈。如今的我焕然一新，整个人从气质到眼神大变，背后的资本已经让我成为了一个大佬级别的人物。有了如今的身价，我给自己购置了本市最豪华商圈的别墅，邻居正是顾清寒。你好啊，叶总。你好，顾总，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原来我的邻居竟然是你，不过也在意料之中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，送给你当做乔迁之喜。谢谢。你在做饭吗？没错，今天我做了糖醋小排，炖了玉米汤，红烧鸡翅，还有一道佛跳墙。这些菜都是顾清寒爱吃的，也是我特意为他准备的。如今我的身价疯狂暴涨，而我自然日后也想娶到这轮明月。那我今晚可以留下来和你一块吃饭吗？自然十分乐意。此后顾清寒10天有8天会来我家吃饭。我和顾清寒的感情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中。如今我的生活被金钱和爱情所充斥着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再想起苏婉了。叶总，苏婉发来消息，说已经将您删除了4个月，问您为什么还没有去找他。他说如今是最后期限，如果您再不去找他复合，那您真的将永远失去他了。去回复他，这辈子我都不会联系他。哼，让他给我滚远点。叶总，真要这么回复吗？毕竟她是您的前妻，这么回复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了？不近人情？我给你2分钟，立刻去这么回复，回复完你立刻拉黑他，否则这份月薪6万的工作，我认为你无法胜任。好的，叶总，我现在就去办。
叶晨，我来找你复婚了。哼，你成功的用你的臭钱让我屈服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听说如今你的身价暴涨，已经达到了几百亿。现在我给你个机会，立刻把这些钱全部转给我，否则你以后别想再让我理你。我记得我跟你说了无数遍，我们已经离婚，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到底哪儿来的勇气说我要和你复婚，还要把我所有的钱转给你？你是疯了吗？滚远点儿！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叶晨，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你刚刚的话收回去，否则我让你永远失去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如今身价达到上百亿，失去了你这种一文不值的狗屁感情，会让我生不如死？你在做什么美梦呢？大白天的就开始做梦了？想要生要死，请自便，不过别死在我公司门口，影响我公司的市值。你怎么可以不在乎我的性命？你这个冷血的人，连真妻的命都不在乎，连爱情都不要！我诅咒你一辈子得不到爱情！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喽。叶晨，你这么对我一定会后悔的！现在立刻把钱转给我，否则我真的不会再看你一眼！老实点儿，女士，请你离开。我和顾清寒的婚礼办得很盛大，身价1000亿的我，还有京圈鼎盛豪门之女的新娘。这一刻，我认为我终于活成了爽文男主，而我却在婚礼现场的众多服务生中，发现了苏婉的身影。听说前几个月，她在林天的学校里大闹一场，并将林天在婚内勾引自己的所有证据，全部公之于众。最后林天伤害了苏婉，林天被抓住坐牢。小婉，我来看你了。我都谈好了20万彩礼，把你嫁给80岁老头，这样子你哥哥的彩礼还有我的债务就都有着落了。我不要。要不要？现在可不是你自己说了算。哼，谁叫你把我的金龟婿给弄丢了？恭喜叶总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能参加您的婚礼，真是鄙人的荣幸。叶晨，我错了。曾经的你给了我钱，也给了我爱情，每个月200万生活费的生活真的美好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重新当豪门太太。我为什么要给你一次机会？叶晨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立马给我滚开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而我和顾清寒在确定关系后，就商量着结婚这件事。因为在这几个月中，我的身价直接涨成了1000亿，所以就算我是二婚，顾家最后也同意了我们的婚事。我和顾清寒结婚后，婚姻幸福，我们的事业强强联手，达到了巅峰。我的身价以每天的速度暴涨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的1000亿身价还会再次迎来巅峰。而苏婉在那次见面后，听说她再次被她的父亲抓住，她回到了那个偏远的山村，回到了最初的地方，回到了没有我的帮助，她应该走向的人生。我想重活一世，我没有浪费这重来的机会，这就是所做的意义。